大家好，看到这张照片，您知道是谁吗？如果您说不知道，那就对了，因为他是黑幕后面的人，是操纵前台的手，是典型的影视投资圈的表表者。我说过，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的本性。然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虽然广为人知，却又注定不明所以的本性，那就是造星。那么什么是造星呢？简单的说，就是能让那些有本事带资进组的18线艺人一举成为万人瞩目和追捧的梦想巨星。当然，我之所以称之为梦想巨星，就是因为这类从初上位到最成功的巨星们，永远都有着梦幻的光环笼罩，他们永远都最有资格站在镜头的最前面，卡在群星中的 C 位。然并卵的是，他们的热度，他们的知名度，永远都只是停留在了资源不断、人气不断、舆论不断的名气上面，而不是在口碑上面、作品上面，或者说才华上面。这些人用头顶上那永远用不完、摘不掉的光环，力证了资本的魔力，而且也力证了娱乐圈的水深。如果您的好奇心炸裂，实在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那么一个耳熟能详、如雷贯耳的名字景甜，恐怕您一定会知道，至少会听说过。他就是这么一位飞升海内外的国际巨星，是几乎无需演技傍身、无需表情加持的，却又永远炙手可热的梦想巨星，神秘的存在。所以有对比就有伤害。另外一边厢，赵丽颖的7年群演路、成名之路走的都是血汗、煎熬和曲折，没有任何通天的捷径或者弯道的超车。如果您偏偏就是喜欢这种靠自己打拼出来的草根明星，非常欢迎您点赞、鼓励、支持和加油，最好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自带光环和流量，他不在乎您的肯定还是否定，因为他们的成绩单可以天天都是 A 加或者101分。而另外一些人则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只要一天不努力，就会随时被谣言席卷，被污名吞没，所以他们急需您的扶持、热爱和鼓励。赵丽颖、王一博就是这么一个需要不断奔跑才能求存自保的草根明星，您的鼓励、您的点赞几乎天天都不能少。跟着您再看看这张照片，您看出来是谁了吗？或许您很想骂我，这上面不明明写着名字吗？没错，他就是那个在今年6月10号晚上踩过了一地眼镜碎片，最终拿下了第27届白玉兰奖的导造大热的童谣。他靠着30而已中的顾家一绝，意外击败了呼声最高的热依扎，勇夺了事后的大奖。要知道，童谣的竞争对手那个热依扎在《山海情》中所饰演的李水花实在是太来戏了，不仅七情上面，还充满了真实大写的面部细节。这种近乎大屏幕感觉的冲击力，对于演员的诉求颇高，尤其是热依扎在剧中的哭戏，那叫一个绝。内心世界的变化以及最后一刻的爆发，从前到后流畅自然，一气呵成。那种冲击力简直炸出了屏幕，像玻璃渣子一样直戳观众的内心。这就是夺奖呼声最高的演员热依扎，一个跟赵丽颖几乎同龄的85后演员。实力明明就摆在那儿，却在最后偏偏输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提一提2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的点。一个就是在这次白玉兰奖揭晓之前，也就是通常的网络投票的环节里，热依扎完全是一马当先，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包括这个童谣。另外一个就是《30而已》这部剧是妥妥的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人物顾家
也是这部剧中最被关注的角色之一。重点就在这儿了，这个潜力十足的优质剧本里面，形象完美的优质女一角色，其实原本跟童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然而偏偏因为某种原因，她顺利的挤走了原先预定的人选，拿到了这个最终帮她获奖的重要的角色。当然实话实说，这个原本在7、8线徘徊的童瑶也是中戏的高材生，领悟力不差，对角色的塑造也是足量和到位的，对角色的诠释和张力也基本上不过不失。说到这儿，您有没有嗅到一种童瑶拿奖前后各种精心铺垫过的妥妥带资进组的浓浓的金钱和资本的味道出来呢？欢迎您暂停一下，在评论区中发表一下感想，解说一下心得，或者干脆2个字：同感或者无感。如果您终于忍不住惊呼，难道又是资本搞的鬼吗？那么恭喜您答对了。刚才所提到的第一点中，大热的热依扎虽然妥妥赢得了大多数观众和粉丝的热爱，却最终还是拱手让出了荣誉的桂冠。因为观众的好评，粉丝的热爱都是浮云，最终都赢不过资本的厚重和力量。那么这个原本7、8线的女星童瑶，为什么突然间会受到了资本的青睐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她和资本结婚了。时间就在2年前，也就是2019年10月2号的这一天，她和大她17岁的易凯资本的 CEO 王冉结婚了。这个资本 CEO 就是我刚开始就提问到的那张照片里的大主角。2000年便开始发家的王冉，触角遍及传媒、娱乐、健康、消费以及服务等领域，而且他的手段相当的狠辣，业绩特别的突出。20年间就已经跻身成为了最具市场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的资本人物和投行大牛。如果您一直都是热情的粉丝，非常热爱赵丽颖，喜欢王一博，或者很希望两者再次碰头或者合体，那么很不幸的一件事就是，您的热爱或者期待，或许真的只是资本眼中的一片云或者一粒沙而已。所以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要想碰头或者合体，就要避免碰上喜欢任性的资本。因为娱乐圈这个原本不大的小世界里，资源就算再多也不是无限的，剧本就算再好也不一定会轮到你。即便你是演技出众、好评如潮、万众期待的赵丽颖或者王一博，剧本、机会和奖项有时偏偏就是资本唾手而得的囊中物而已。我曾经多次提到过，离婚后的赵丽颖必须寻求个人的突破，才能在娱乐圈中永远向上，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她在去年年底有幸参演的《幸福到万家》，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预先迈出的个人突破的一小步，因为这是赵丽颖第一部的当代励志正剧。通常来讲，在浪漫虚无的古装剧或者偶像剧中一路打拼的女演员，要想转型演正剧并不容易，能接下《幸福到万家》这个明晃晃由国家背书而且有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的大馅饼，无疑是对赵丽颖演技的一种最高的肯定，也是为赵丽颖今年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做出了铺垫。众所周知，今年年内铁定会开拍的另外一部媲美扶贫正剧《山海情》的姊妹篇《生命树》，也是这样一部同样带着重要政治任务和荣誉光环的，计划在2022年为中共20大召开所精心编排的献礼剧。而这部剧的剧组同样重磅邀约了《幸福到万家》中表现最为亮眼的赵丽颖。如果赵丽颖继续在这些国家级的剧本当中持续发光，那么转型自然就水到渠成了，前途自然就无可限量了。然后
却突然没有了然后，因为又有人带资进组捷足先登了，而且还是那个今年突然窜红的梦想巨星。对比带娃进组的赵丽颖和这个带资进组的梦想巨星，您有什么可说的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随意吐槽，写下感想，因为发出来的声音就算不大，只要汇集起来，就是可以改变现状、震动山河的力量。最后，无论您喜爱赵丽颖，或者独钟王一博，或者啥都不想，就想等待这对王炸 CP 的重新组合，都欢迎您顺手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能化作为力量，这种力量足够去发声，足够去影响，足够去改变。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总有最随性的想法、最特别的视角、最细腻的感动以及最温暖的祝福。多谢您的时间、鼓励和参与。